可是，救救他在哪呢？他能来帮我们吗？你救救小冉，只怕他也很难。魏将军，臣在。大将军司马错一再上书，说你平巴蜀之乱，战功彪炳，应该给你升迁。封赏你什么爵位好呢？功臣、武大夫、少良造？哼，怎么，魏将军嫌这些爵位不够显赫？宫中左庶长一职，至今还空闲着。寡人今日就当着朝廷重臣的面，封你为左庶长，如何呀？大王，这我等也上过战场，战功赫赫，凭什么他当左庶长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看来这朝堂上有雄才大略、胸中甲兵的，不止魏将军一个人。若想让众人心服口服，只好实力说话。不如魏将军与这几位力士比试一番，我们点到为止。只要魏将军打败了孟奔、乌霍、任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，这左庶长就是你们的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这左庶长一职只好让孟奔来做了。大王，魏然乃军中战将，并非屠牛之夫，这搏击之术，并非他所擅长。司马将军错了，大敌当前，我秦军将士个个应该身先士卒，杀敌陷阵。如不能带领部下真刀真枪的与敌搏斗力拼，又如何能够服众呢？大王英明。哎，那个魏将军，你是动手啊，还是不动手啊？这左庶长一职，就让给孟力士。大王，臣不服气呀！这未能与魏将军比试，臣不敢受此官职。大王，此事荒唐，不可。楚离子，大王自有大王的道理。对啊，有什么不可？王叔，寡人让部将比试武艺，秉公任职，无偏无私，还是一战定功名吧。大王，大王！真是荒唐！大王，这不可呀！大王，此许荒唐啊！大王，匹夫，鲁莽匹夫啊！大王！臣请卸甲归田，免受匹夫之辱。司马将军，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既然输赢已定，比斗到此为止。寡人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封孟奔为左庶长。谢大王。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留步，我会去规劝大王。司马将军不要做意气之争。大王任由匹夫侮辱沙场将士，令人心寒呐。其实他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并非一日两日。我今日辞官，也只不过是早一步抽身而已。否则下一次被羞辱的便是我了。司马将军，您是先王托孤重臣，若先王有知，看到今日场景，只怕会死不瞑目的。楚离子，我只问你一句：
你当年在先王面前用尽心力，百般劝说，就是要保这个太子。如今这样的大王，这样的大秦，你可有后悔？你明知道我的心思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大王有今日作为，老夫也是无可奈何呀。这个大王和先王相比，何止是天壤之别啊！先王谥号曰惠，曰文。人人赞颂先王施惠国人，吸引名士，为大秦一统天下打下基础。可那一统天下是要用军功，用谋略，不是依靠几个牛马般的莽夫去横冲直撞。什么秦国第一勇士，凭力气大，就可碰大将军。大秦岂不成了诸国笑柄？牛马力气最大，只配拉车耕地，只配宰了吃肉，能争胜天下吗？司马将军，数百年来，秦国用的是勇猛武将征伐天下，若都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光凭口舌，能打得江山，收复人心吗？再者，你怎见那大王手下的力士们都是有勇无谋呢？大王心胸博大，立志要学周武王。那攻得王城，夺得九鼎，完成王图霸业，是要搏命的。说不定还真靠不上你司马将军，而要靠那些勇猛力士。甘有下，你怎能火上浇油？少说两句，替我留一留司马将军。司马将军人才难得，若能另有高就，你我何苦耽误他前程？走吧，司马将军，不必再与他们浪费口舌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他们哪知倒行逆施，必有报应。魏然，你信口雌黄，当心杀身之祸！甘右相，不用吓唬人。群臣离心呐，大祸已经在眼前了。你们要谋反？甘右下，他们的话不全是错的。